全球突变，每个人成年后都要参加一场真实战争游戏，分别扮演人类、精灵、豺狼人和亡灵4个种族，在各个时代进行角逐。有的人抽中了中世纪，也有人抽中了星际航行时代。简单来说就是进入之后完全随机，但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活下来。因为只要活过第一局，那接下来的游戏就会变成主动选择是否参与。而今天正是你成年，学校举办天赋觉醒的日子，把手按在水晶球上，系统就发出了提示：觉醒 C 级天赋享乐者。仔细看，这天赋一共带有2个词条，效果分别是夜夜笙歌，领民幸福度提升 10%， 任意群分，领民厌战程度 80%， 但当您与领民关键一致时，战力提升 20%。这有什么用啊？虽然看似这个天赋能提升战力，但关键跟自己一致，那不就等于享乐吗？整个领地都是享乐者，战力再高又有什么用呢？这时好基友冷风拍了拍肩膀，凡哥，你看我觉醒了 B 级天赋白毛英姿，御驾亲征的时候，己方战力提升 10%。你叹口气，虽然也挺拉的，但至少比我的好。他拍拍肩膀，放心凡哥，回头进入游戏后，你第一时间加我好友，哥们罩你。很快钟声敲响，你们的身体也逐渐变得虚幻，被传送进了战争世界。本次战争游戏年代为远古时代，您已抽取到种族人类，接下来进行初始领地抽取。你叹口气，人类啊，真的是太背了。众所周知，人类这个种族极度依赖科技，而远古时代大多都只能用石器和巨兽肉搏，以人类身体之孱弱，光是生存都很艰难。与此同时，转盘抽取停下，系统发出提示：恭喜你，领地类型为堕落帝国。堕落一听就不是个好名字，该不会跟享乐是一个概念吧？可下一秒瞪大双眼，搁这些小作文呢？仔细一看，这个帝国曾屹立于顶点的时间，早已在任何意志国度之前，他们曾经拥有一切，懂得一切，现在他们厌倦了，变得懒惰和颓废。效果1，每场游戏开始时，你的帝国将拥有本时代内可以研究的所有科技。效果2，游戏开始时获得一支远古遗留部队，战力等同于本场游戏顶尖战力。效果3，每一场游戏开始时，将拥有包含本游戏内一切地势奇迹的地图。这是什么啊？出生就是最强，真的开了？不对劲，肯定没这么简单。果然在第4个词条上看到了：1，不能科研，不能招募战士，不能主动发起战争，不能扩张，不能造建筑。这一盆冷水泼下，原来是这么个堕落法呀！禁止开战和发展经济，纯粹依赖祖辈余音。好在效果4不是结束，继续往下看。效果5，当被触碰底线濒临灭亡时，效果4失效，领地类型将会改为觉醒帝国，获得随机加成。效果6，当你以羞辱、警惕、净化、掠夺为理由宣战时，无视效果4禁止宣战选项。看了一下几个词条，其中羞辱就是有人敢拒绝你的提议，就可以发动羞辱战争，迫使对方道歉并支付赔款。警惕则是当有玩家科技水平研究至本局上限 60% 时，可以发动战争。进化则是当有任意存在威胁到本局大部分玩家时，可以发动进化战争，直至对方灭亡。这简直就是逆天啊！等于是可以平白羞辱，对面要是忍不住还嘴，就可以直接打。要是别人忍住了，好好发展，科技发展到一定水平，还可以直接强制将其锁在 60%。就算万一真有人顶着 60% 的科技强行发展战力后，壮大到一定程度，威胁到其他小玩家，也会引来堕落帝国的进化战争。这有点离谱啊！接下来系统提示，请为您的帝国命名。想了想，那就叫幽冥帝国。很快，战争游戏正式开始。当你恢复意识的时候，发现一名女生正盯着你。领主大人，您醒了。你转头看了看四周，木质哨塔上面摆放着不知名受精致重弩，还有足足几米高的围墙。这好的有点过头啊！真是石器时代。与此同时，查看面板上的领地状态，领民1451人，战士则有骑士30人，长弓手600人，奇迹建筑有远古巨石阵。开局便拥有了远古时代最恐怖、最无解的2个兵种嘛，骑士和弓箭手。虽然骑士就30名，但远古时代面对任何外族，这都将是碾压级别的优势。就在这时，远方的火声传来，未来木门打开，从野外狩猎归来的居然是一头身高15米的霸王龙！我被偷家了。然而仔细一看，这种强大的生命体却被人类骑在了背上，每一头霸王身上都有一位骑士和2名拿着长弓的射手。合着说骑士是霸王龙骑士啊！其中一头龙嘴里吐出一只羚羊，你身边女生呵呵一笑，看来今天有肉吃了呀。转头看了眼，这位应该就是自己的兽官了吧？查看了下属性面板，火灵儿之夜远古贵族，忠诚度100。简介：贵族是天生的享受者，您不能指定他们进行任何生产工作。他一拉手，领主大人还愣着干嘛？再不快点就错过今天的篝火晚宴了。又不认路，你被他拉到了一处数百米巨石堆叠的圆阵下。查看了下属性：奇迹建筑巨石阵，效果1，奇迹力量笼罩你的领地，幸福度提升 20%， 领民凝聚力恒定为100%。
效果2，当被摧毁时，你的领地类型将切换为觉醒帝国，并附加巨龙苏醒 buff。我知道你们这会儿都想说什么，那就带我们一起走一个吧。烧烤的时候，你也查看了一下各个战士以及领民们的属性，结果发现其中90%都是远古贵族，领地内实际干活的人还不到一半，忍不住发问：灵儿啊，那平时的粮草怎么办？火灵儿表情迷茫，粮草？我们的粮草根本吃不完啊！他叹口气，难道不是几百人干活就能养活几万人吗？领主大人，你为什么摆出那么惊讶的样子？下意识打开科技界面，果不其然，种植业、水利业、畜牧业等科技树都是被填满的。不光如此，在科学技术上还看到了那些独属于幽冥帝国的科技。密集种植，这个国的种植技术已经突破了植物特性，能用最少的土地产出完全不可思议的粮食数量。好家伙，难怪火灵有这份底气，想起课堂上老师曾经说过的话：大家初入游戏时切记注意，刚开始大家的领地都是百废待兴的，其中远古时代最惨，大部分人都是1、2个简单的茅草屋和几个领民开局，至于粮食和资源，想都别想，自己就和野兽抢吧。这时，一杯冰凉西瓜汁塞到你手上，领主大人怎么一直怪怪的？喝点果汁放松下。不是，现在应该是夏天吧？远古时代的夏天，这是什么啊？果汁啊！他打了个响指，这时你才看到巨石的下方居然藏了一个地窖，里面堆满了冰块。说吧，他递过来一根烤肉。领主大人不用担心速度不好吃，你看羚羊肉这不就来了吗？你沉默了。还记得在学校，老师在授课时不止一次提到过，远古时代人类最大的威胁不是怪物，而是粮食短缺。因为科技上线的问题，人类在远古时代想吃个半饱就已经得用尽全力。然而现在，这时收到了好友申请，点开一看，是好基友冷风。哼哼，凡哥，我已经在长寒山脉这里扎营了，刚刚宰了一窝老鼠，第一天就吃上肉了。地主已经发你那要是撑不住，要不要带着李明到我这儿避一避？你心中一暖，没事儿，我这边也还勉强凑合，能吃个半饱。挂完电话，火灵递过来一盘精致的土豆，一口吃下，美味呀！您服下远古奇物迷迭香酱汁土豆，您的享乐者天赋得到满足。本局游戏内所有直系部队战斗力加1%。远古奇物虽然战争不多，但这就只是个土豆而已。然而一旁火灵儿却投来嫌弃眼神：咦，领主大人你真吃啊？其实这种东西啊，我们一般都是喂狗的。这时旁边一个灰发少女走来，这就是我们的领主大人嘛。查了下面板，冷若雪身份远古使者，他们的使命就是永恒侍奉王。但上国之内，即便是最卑微的奴才，也胜过外界高高在上的王。他笑道：可不许给我们的王吃这种垃圾，我这就去换。你有点尴尬，这在外面别人都能抢破头啊。而与此同时，战争游戏的提醒也来了。第1页，天灾降临，天灾明，群狼环伺。您和领民在荒原中散发着诱人的味道，3匹远古巨狼已经盯上了您，赶快寻找新住址吧。毕竟茅草屋可没有抗衡他们的力量。提示：尝试升起火光吧。而就在天灾降临的一瞬间，整个人族领地的数量就从1万跌落到了9514，而且还在疯狂下降。你看向自家，此时巨石之内篝火晚宴还在不断进行，墙外却嘶吼不断。终于，一名霸王龙骑士满谷，额头上青筋暴起，吵，还让不让人好吃饭了？牵着一头霸王龙就往外走，路过你的时候才挤出个笑容：领主大人，你们慢慢吃，我去给你们夹个菜。说完，骑着霸王龙冲出门外，刚想起身，却被火灵儿一把拦住。领主大人，小事叫个骑士们就好，咱们接着奏乐，接着舞。此时围墙外，3匹3米高的巨狼正在嘶吼。其实啊，战争游戏根本没打算让玩家战胜所谓的天灾，而滑雪圈方法早就提示过了，只有升起火光。而很不巧的是，幽冥帝国的领地范围太大，根本不可能在每处升起篝火。按照规则，巨狼此时应该发起进攻，可现在问题来了，该怎么越过这该死的高墙呢？他们不断咆哮，正要准备撞击的瞬间，一头巨狼是一边的惶恐呜直叫。两边他们看去，只见一道巨大的阴影已经从背后将他们彻底笼罩。没错，是流着口水的霸王龙，一口咬下。而这边也收到了系统提示：恭喜您完成首场战斗胜利，敌方战损风霜巨狼3，我方战损0。评价：酣畅淋漓的大捷。奖励：防风草、奇物。速度这么快！下一瞬间，心念一动，一株药草出现在手上，眼前一亮。如果说远古时代什么最珍贵，药材绝对是其中之一。因为这个时代科技点不上去，医疗水平根本无法发展。另外，药材是可以种植的，1生2，2生3。可下一秒，药材消失，转移到了火灵儿手里。他什么时候拿过去的？完全没有察觉。难道说这个完全不能参与劳动的远古贵族个人属性值高得吓人吗？火灵儿叹气：领主大人是去看过我们的杂草仓库了吗？还拿了一株出来。杂草？这不是药材吗？火灵儿挠挠头：
若雪姐姐，我总感觉领主大人不是很聪明的样子哎。若雪一叹气，领主大人初来乍到，不了解情况不是当然的嘛，请随我来，我带您参观下领地吧。接下来第一站是个不起眼仓库，结果打开后，系统提示这个刷屏啦！恭喜发现天然奇物林月之精、炎龙之鳞、树枝祭祀。你目前识别的药材奇物已超过10项，开启领主进阶途径神农。你瞪大双眼，这个仓库内随意摆放，甚至没有任何器具，就这么随便扔在地上。经过冷落去他们一番解释，你明白为何刚才火烈儿如此轻视了，因为这药材产量实在太高了。提起进阶途径的时候，火烈儿皱眉，领主大人应该不会想走神农途径吧？有什么不可以吗？嗨，就认识一些杂草就能进入的破途径，有什么好稀奇的？作为我们的领主，肯定要走那种人非常少、进入条件非常苛刻的途径啊，比如奇迹途径，走这个倒是没问题，但进入条件是什么？忽然一脸神秘，见证奇迹或者奇迹建筑的消亡，因为奇迹的消亡本身就是一件奇迹。一个暴力敲到他头上，冷落雪没好戏，你下一句话是不是想说奇迹建筑可以在幽冥帝国内寻找呀？嘿嘿，被猜中啦。冷落雪不好意思朝你笑笑，如果领主大人想走奇迹途径的话，稍后可以跟我去领主大厅看看地图，这个世界上的奇迹大部分都被我们记录过。此时围将大门打开，地面颤动，骑士危险前牵着缰绳走到你面前。领主大人，风霜巨狼已经消灭，我给您牵根腿先带回去。而对比你的情况，其他玩家就没那么轻松。与此同时，另一边的人族领地内，好基友冷风看着黑暗中徘徊的3米高的风霜巨狼，一脸凝重。他的领民不超过10人，而且使用的都是石斧、石矛之类的武器，正面完全没法打。好在他提前燃烧此篝火，这熬过一晚上的天明就能度过这次危机。而比起人类，其他种族的领主倒是好过不少。精灵族只需要寻找到足够高大的万年古树，就能确保自身安全。亡灵凭借自身不死族特性，只需要将自己往土里一埋，万事大吉。而在所有领主都以为今天的一晚就能这么过去的时候，一道来自战争游戏的提示音响起：恭喜人族领主萧凡，位于领地幽冥帝国，率先消灭首周天灾，特此通报。通报声响了足足3遍，游戏里的数万领主都得知了你的名字，大家都惊了。天灾居然能被消灭吗？这难道不是系统机制？冷风看着这熟悉的名字愣了下，下意识就想给你发起通讯，他很快笑着摇头，肯定是我想多了。凡哥也就最多是个 C 级天赋，怎么可能击杀天灾嘛？估摸着是重名吧。另一边，豺狼人的领土内，身形高大的豺狼人领主秦元浩皱眉不止，怎么可能？要知道他的个人天赋可是极巨化，开启后能有4倍体型，足足2米高，在天灾降临第一时间就带领自己的战士展开了与伎狼的搏杀。要知道豺狼人这个种族特点就是前期强，后期科技爬得慢，在远古时代可谓是天胡开启，可就是这样，他依旧输得一败涂地，一半战士战死，一半跟着他逃回领地。区区人类，远古时代最弱的种族，凭什么能在第一天就解决了天灾？眼神渐渐变得阴毒。姐，小凡，你错就错在不该出这个风头啊！手上出现一张符纸，这可是1/1000概率才会出现的宝物，用在你身上都浪费了，正是赐福卷轴诱饵。效果释放后，使用者可以选择一名领主实际承受本族所有领主正在承受的天灾效果。可使用前，游戏发出了提示：对当前目标释放此卷轴，有几率激怒幽冥帝国，是否坚持释放？什么鬼？幽冥帝国又是吧？要知道，进入游戏前，他经过严格的系统培训，但没有哪一项是注意什么幽冥帝国。听名字也不强嘛，没有一点犹豫，点击释放，同时一声全服通报响彻所有领主的耳中。豺狼人领主秦元浩对人族领主萧凡释放奇物赐福卷轴诱饵，特此通报：人族领主萧凡将独自面对人族所有尚存天灾，维持时间1周。瞬间，所有收到新鲜领主变了脸色。按照每一位领主对应3匹卷轴来看，这个萧凡要独自面对1万多匹呀，活不了1点儿。但在心中默默为他默哀，多亏他用自己的生命试探出秦昊的卷轴，否则倒霉的是谁还说不定呢。这时，你收到冷风发的消息：嘿，凡哥，刚刚的公告听到了吗？那个跟你同名的家伙要倒大霉了啊！对，倒霉透了。关掉聊天界面，你变得严肃。看来冷风还不知道，他口中那个同名的就是你自己。此时，围墙外狼嚎声再度响起，比先前更加密集狂躁。因为拥有人族内部的论坛，你也知道外界巨狼的确切数量11451.4只，已经超越了幽冥帝国的领民数量了。平均下来，每只领民得分走1只巨狼，而且还是得在所有人都能战斗的情况下。可这里有太多的远古贵族，不是生产也不能进行战斗，同时因为幽冥的这个特性，还无法进行建筑。面对聚集起来的所有人族天灾，又该怎么应对呢？忽然肩膀被拍了一下，火烈疑惑，领主大人在想什么呢？你深吸口气，假如接下来会有1万多匹远古风霜巨狼围攻我们，
我们还有逃跑的机会吗？火灵儿凑到若雪身边，压低声音：“咱们领主大人的厌战程度有点高哎。”冷若雪又是一个暴力，说多少次了，不要给我大声密谋哎！他拿几块烤肉塞到你嘴里，还有领主大人也是，说什么怪话呀？而这时刚走没多久的骑士温雅贤又折返回来，身后还跟着20多位其他的霸王龙骑士，而他的眼中居然透露着兴奋的神色。原来领主也在呀，要一起去看看我们即将入库的物资吗？物资啊？什么物资啊？等等，你是说围墙外那些狼？冷若雪又把烤肉塞过来，既然骑士长都邀请了，那我们和领主大人一起看看便是。来到围墙顶端，在这里可以俯瞰到外界的一切。远处山林间，无数道幽蓝色光点闪烁，这不是萤火虫，而是疯狂巨狼的眼睛。温雅贤一抬手，下一秒围墙上的瞭望塔逐渐燃起微弱的灯光，你清楚看到每座上都有着传统和数名长弓手严阵以待。温雅贤挥手，射击，破风声响起，咻咻咻，箭矢如雨点般落下，弩箭即使飞到1000米之外，攻势也丝毫不减，轻易便能洞穿站位密集的数只巨狼。这箭矢仿佛去之不尽，短短1分钟，你看到床弩骑射了6人，粗略估计少说5000多支弩箭。看了下科技树，里面已经点出了床弩的天赋，分别是3连发、骑射、远射。即便如此，丢下大多数同伴尸体后，还是有部分巨狼冲到了围墙附近。这时，数百长弓手朝头顶的天空拉满弓弦，没错，科技树上的技能抛射已点出。效果：您麾下的长弓类单位可以越过障碍物攻击敌人。巨狼尸体越多，你看的眼睛都直了，全人族的天灾就这样解决了吗？没错，科技年的优势实在太大，再加上幽冥帝国上万年的底蕴，物质充足到无法描述。别说3万只，就算再来10万只，也只能落得同样下场。怪不得魏雅贤会下达这样的指令。你看去，发现他正舔着嘴唇，这只做成狼皮大衣不错，那只只能做个地毯或者被子，这几个帽子和围巾就顶天了。另一边，火灵儿也不争气的流口水，嘿嘿，烤狼肉、卤狼肉、清蒸狼肉、红烧狼肉、狼肉干。成送菜上门了，属于是你默默替外界还在冲锋的狼群默哀，什么天灾？明明就是过来送个快递。而按照战争游戏的规则，真的领地内未完全升起火光，他们就必须继续进行攻击。本来是保护玩家的机制，结果反过来成了巨狼的索命符。今晚还不知道要犯下多少杀孽呢。这是过去5分钟，外界的地面都快被炸成刺猬了。温雅贤道：“来了，什么来了？被子、床单组合，欢迎更落。”一声震耳欲聋的怒吼声响彻天际，原本疯狂进攻的狼群也停下脚步，朝退去。刚刚那声怒吼似乎是个大家伙呀！下一秒，几棵老树被拦腰拍断，一尊巨物缓缓走出，这是狼群的狼王，足足5米高，身后还跟着数十只护卫，很是威风。温雅贤十分满意，不错不错，毛皮看上去更加细腻，摸起来应该舒服多了，保暖性更好，给领主做新被子刚刚好。火烈口水就更多了，巨大扛狼牌啊！感情这就是床单被子组合啊！人家还活着的，毛皮都规划好做啥了？狼王愤怒嚎叫，大批狼群再度发起攻击，更加有纪律性。不仅分散站位，减少不少损失，那些护卫居然还主动帮狼王挡下弓弩。叫狼王到达城下时，魏雅贤突然吩咐开门。狼王也不傻，派出一名护卫先扑了进去，下个瞬间，噗，大弹倾泻落下，20多头霸王龙张到嘴巴，在门后等候多时，肌肉尾嘎嘣脆。狼王的表情是这样的，我知道你们都想说什么，那么弹幕一起走一个吧。狼王大吼：“哇！剧本不应该是这么走的，对吧？到底谁才是天灾？”让直接一口被咬掉的脑袋。恭喜您完成了一场酣畅淋漓的战斗，敌方战损风霜狼王1只，风霜护卫80只，我方战损无。评价：酣畅淋漓的大捷。大战后查看奖励有兽蓝、黑徒弟、兽皮甲胄等，奖励不可谓不丰富，甚至还有能培养迅猛龙骑士的营寨。这一波骑兵配合上霸王龙骑士简直起飞，可我却没用啊，因为幽冥帝国不能建造新的建筑物，深深叹气，快乐没了。原来太富裕也不是什么好事啊，虽然有了一切，但自己也失去了惊喜啊。不过就这么放着不管，怪可惜的。这些垃圾该怎么处理呢？有了，打开与冷风的对话框，对方立马发来消息：凡哥，忙着白天了，再坚持1个时辰就好，有什么困难我明天白天帮你想办法。你发起交易，他根本没看你交易了什么，直接按了同意按钮，结果打开物品栏一看，人傻了，然后彻底疯狂！我操，凡哥不对，爹，这些好东西都是哪里搞来的？你把战争游戏给抢了？你屏蔽了消息提醒，就这点东西，至于欺负成这样吗？对幽冥帝国来说，完全就是垃圾嘛！与此同时，远古使者也开始大造战场，系统也发出了提示，发现新的进阶途径，分别是战争之主、杀神以及鲜血君王。战争之主和杀神对应的对战争的加成帮助都相当可观。至于鲜血君王，你听都没听过，开启方法居然是同时见证1万名生物惨遭扒皮。你问身边的冷若雪，你知道鲜血君王这个领主的进阶途径吗？他点头，开始为你讲解。
鲜血巨王的效果是为士兵增加血 buff， 一阶可以让手下部队在战场上吸收血气，少量回血；二阶是让全体领兵获得 buff， 三阶直接让全体领兵获得吸血效果，越战越强。但升阶条件也非常苛刻，最后一阶竟然是要在3分钟内观看1万亿生命被扒皮。听得头皮发麻。P 垃圾途径。第二天中午，你跟着冷若雪来到一处大厅，这里是查看墙上的地图，原来是领主大厅，效果十分多，能颁布政令，宣称宿敌，宣战。温雅贤这时走了进来，既然大伙都来齐了，那么当着领主大人的面，我们是不是也该为昨天发生的事情讨一个说法呢？既然我们没错，那是谁错了？那个胆敢挑衅我们的家伙。没错，温雅贤重重拍桌。我不知道为什么这帮新生的小家伙们为什么胆量挑战幽冥帝国的威严，但我们必须纠正这种错误，他们不该有下一次机会。欢迎落下系统发来提醒。您已对豺狼人领主秦元浩解锁战争理由，羞辱。看他嘴角止不住的笑容，怎么看都不像是这边去寻仇的模样。察觉到你目光，他才收敛起笑容。你竖起手指，道理我都懂，但是我们该怎么找到那个领地呢？冷若雪手指在地图上一点，瞬间闪闪发光，你瞪大眼睛。世界上每一个资源点、每一个奇观以及每一个玩家的位置都标记得清清楚楚。这是开了。冷若雪指了指秦元浩的头像，实际上在对手动手的那一刻开始，他的位置就已经暴露了，所以我们接下来是不是该规划一条能安全抵达目标地点的道路呢？冷若雪却摇摇头，领主大人似乎还没有习惯身为上国之人面对新生势力该有的态度，所以接下来请领主大人跟我一起念这几个字：插标卖首。插标卖首？这是地图上的秦元浩位置，这是什么？这是豺狼人，不对，是插标卖首之辈。冷若雪笑了，拿出一根木棍，摆在幽冥帝国与秦元浩的领地之间，随手指了指陆地上的一个标签，这是什么？是插标卖首之辈。那这个呢？插标卖首之辈，这就对了。冷若雪一摆手，我们的道路已经规划好了，2点之间直线最短，所以这就是我们的进攻路线。你打开操作面板，是否以战争理由羞辱对豺狼人领主发起羞辱战争？果断点击确定，插标卖首之辈而已，有什么好怕的？惹怒幽冥帝国的人必须付出代价。另一边，秦元浩正在整理领地，过不了几天，他也能解决这次的天灾危机。就是不知道那边人类领主拿到了什么，姐，不过拿到什么都无所谓了，他的尸体估计都已经凉了吧。而在这时，战争游戏的提示音突然响起，难不成是个倒霉蛋死了，给我奖励了？下一刻，一个大红感叹号出现，领地幽冥帝国已对您宣战，战争理由羞辱，您即将进入战争状态，初始验战度为 50%， 获取速率提升 100%， 士气下降 20%。注意，一旦本场战争失败，你将获得特殊状态被羞辱，资源获取速率降低 50%， 领民幸福度降低 30%， 维持10年。10年都够开20场远古时代的游戏了，一旦进入被羞辱的状态，不等于这废了吗？翻了翻自己的界面，不对呀，怎么我就没有羞辱这个开战理由呢？这游戏不是公平竞技？不过他也一点不慌，世界这么大，他又从来没有暴露过位置，即便那个小凡侥幸活下来了，又能奈自己何呢？他是真的想笑啊！撑过了第1天的风霜巨浪天灾，还想撑过6天，都这样了，居然不先想着活命，而是对自己宣战。这个区幽冥帝国区萧凡真是不知死活。回过身后，奇怪，怎么自己领地的豺狼人领兵在不断颤抖呢？鞭子一甩，区一个宣战而已，能让你们抖成这样子？都不吃饭吗？动作不快点，等着晚上喂狼。与此同时，你也发觉了对方领地的变化，验战程度这么高，有意思。这宣战心理压力居然这么大吗？这时火灵要从门后探出脑袋，领主大人，咱们可以出发了，说不定下周还能赶到吃饭，你也要跟着一起去？这个远古贵族少女天天只会吃，本身应该没什么战斗力才对。冷若雪跳道，就让灵儿跟着一起去吧，到时候您会知道它的作用。一会儿后，你坐在霸龙王后背，跟着大部队出发。几天后，你们被拦在了一座高山面前，这种陡峭的山脉，霸王龙也难以翻越。一窝该向冷若雪说好的2点之间直接最短呢？如果按照他的路线走，怕不是得把这一整片山脉都给夷平了才能过去。冷若雪呵呵一笑，指出一处峭壁，下一秒，轰隆，霸王龙砰的一声撞上去，峭壁轰然倒塌，露出其内部黑漆漆的空洞。还能这样玩呢？冷若雪笑了笑，领主，当我们想前进的时刻，这个世界上处处都是道路，同时有些提醒弹出。发现古文明遗址佛卡神坛，佛卡神坛难度 A， 评价不建议任何领主单人探索。遗迹非常高大，即使是身材高大的暴龙也顶不到天花板。接着所有人都进入后，轰隆隆，一颗巨石从天落下，堵住了后路。在过道间，一束束幽蓝色火把逐个升起，无比诡异。冷若雪眼睛微眯，佛卡一族的遗迹嘛，已经有3000年的历史了吧？3000年，要知道
道，战争游戏现在是远古时代，科技上限极低，而这个佛卡文明就是在3000年前就留下了一个如此巨大的遗迹，实在匪夷所思。冷若雪点头，是的，他们建立了这里的神坛，用以淘汰没有足够智慧的族人。你若有所思，所以这个文明的灭亡来自于他们的残酷试炼吗？冷若雪摇摇头，当然不是。领主大人，你怎么会这么想？即使这个试炼再怎么残酷，都无法改变一个事实，那就是活下来的都是精英。在精英的带领下，文明只会越发壮大。这时候霍林凑了过来，是在聊福卡文明吗？这个我知道，小时候听叔叔阿姨们讲故事，那时候福卡文明越发壮大，行动范围也越来越广。可就在建成这座神坛的时候，他们看到了，声音忽然顿住，表情是秘密。我们，你愣了？我们？他有点骄傲，没错，就是我们。当他第一次看到我们和我们的围墙，得知我们的祖先已经观察了他们500年，陷入了无尽的暴怒之中，然后朝我们发动战争，嘻嘻，最后全部被我们烧陶的弩箭扎成刺猬。你倒吸一口凉气，原来这才是灭亡的原因。这时暴龙的队伍停了下来，冷若雪道：我们到了，你们身处一处圆盘上，周围立着高大的简陋圆的石像，只要通过神坛的试炼，就能从另一个出口离开，抵达山脉的对面，这就是最快的途径。现在我们已经通过了第1项试炼。什么时候通过的？看了半天也没看见有什么试炼。冷若雪捂着轻笑，那些冒着幽蓝火焰的特殊火把会急剧消耗氧气，然后将二氧化碳堆积在锅的底部。so ga， 以暴龙的身高根本不会受到影响。冷若雪指向雕像，接下来是第2道试炼，名字叫做请，能否请动长者的石像为其移动是关键。你观察起石像来，他的吨位看上去就相当恐怖，根本无法依靠蛮力解决。不过转头问向冷若雪，通关这一道试炼的方法，我们了如指掌，对吧？冷若雪点点头，我们当然知道如何正确通过这一道试炼，但这个试炼的名字我们很不喜欢，除了我们以外，任何外族人都不配让我们说出请字。话音刚落，冷若雪带着暴龙再次撞过去，轰隆一下一下，石像开出些裂缝，碎成了一块块，脚下也显现出一处处管道。原来只要引入足够多的蒸汽，就能使长者自己滑落圆盘。摇头叹气，所谓智慧在强大的力量面前真是脆弱不堪。那些佛卡族的估计也没想到他们的试炼能被这样直接粗暴的方式通关。骑士们将石像的碎渣推到圆盘之上，圆盘向下方跌落而去，洞砸在地底，掀起一片尘灰，出现一个极为广阔的空间，有散发着幽光的蘑菇，还有身形诡异的接着虫子。冷若雪道，这是第3道试炼，也是真正的试炼。前2道难度相比这一道根本不算什么。火灵的肚子这时想了，领主大人，先别管什么文明不文明的了，我们什么时候开饭啊？不提还好啊，这么一提，大家真感觉有点饿。但这处遗迹内想要寻找食物也没那么简单。若雪姐姐一定不会让我们挨饿的，对不对？她笑笑，好了，大家和领主大人也都饿了，正好弱填饱自己的肚子也是第3道试炼重要的一环。拿出一只大碗，直接放进发光蘑菇，再将叠着生物的汁液滴在上面，底下生火，下一秒荧光蘑菇开始膨胀，最后拿出调料一浇，交给领主大人可以吃了。一口咬下去，瞬间露出满意的神情，味道其实十分不错，有点像吃跳跳糖的感觉。系统发来了提示：您服下远古奇物爆炸蘑菇，享乐者天赋得到满足。本局游戏内所有直属部队攻击力增加3%。你愣了，这蘑菇居然还是奇物？难道第3道考验这么简单吗？他看出你疑惑，萧凡大人，你是觉得这太简单了是吗？你点点头。他为你解释，如果每日服用这些蘑菇，生命周期绝对不会超过7日，而且它带来的饱腹感都是孢子引发的错觉，吃下去再多，过不久还是会饿。你立马明白过来，在光服用爆炸蘑菇的情况下，被考验者如果沉迷于遍地美食当中，7日之后必定会饿死。吃饱喝足后，你们继续前进，不知不觉间走到了死路。战争游戏的提示音响起，恭喜您发现上古之遗启蒙。这时温远贤已经在泥墙上摸索着，那里有什么东西吗？眯起眼睛继续观察，发现墙壁上居然出现了一些诡异符号，光是看着都有一种思维增强的错觉。一些曾经写不出的数学题好像也能多解上几个步骤。游戏跳出了提醒：上古之遗启蒙奇物，效果1，当启蒙存在时，拥有势力科研速度提升2倍。效果2，领地内所有领民得到开会效果，每日智力提升1/1000。好强的奇物！福卡文明的遗址内居然存在着这等好东西，就是放到封建时代乃至电气时代都丝毫不会过时。而这些试炼答案应该就在这些石板上面，温远贤却是一脸不屑，切，写的什么破玩意儿，完全看不懂。即使没有这些石板帮助，他已经看穿了这处地下深潭的构造，而看出你对这些石板感兴趣。冷若雪默默将石板打包收了起来，下一秒温远贤拔掉墙上的一颗石子，然后在某处地方搓了搓，经过一系列动作，沙沙声响起，上面震动，大量泥沙扑面而来，一道出口呈现在你们面前。系统提示音响起，恭喜您成功完成佛卡文明的试炼，您将在佛卡文明随机抽取3个词条，分别是勇气、智慧和先祖崇拜。
一个解锁福卡文明兵种的征服权限，一个是继承福卡文明的所有科技，最后的则是使领民对先祖的记忆会愈发清晰。前两个词条的效果对别人来说是如虎添翼，可你却用不上，于是只能选择先祖崇拜词条。幽冥帝国拥有上万年的历史，说不定会这个词条传输别人的火花。很快抵达领地范围，但这里分布着上万个部落，你们只知道大概位置。秦元昊的部落在哪儿呢？领主大人无需担心，我们拥有一套非常完美的判定手段。哦，他手一滑，我们就这么直线过去。所有看到我们露出恐惧神色的，必然是心虚了的凶手。就在这时，旁边的草丛忽然传出窸窸窣窣的声音，是几名长侦察兵颤抖着双腿踏倒在地上。忽然，一头霸王龙打个喷嚏，一脚踩上去，直接变成肉饼。咦，火烈有点嫌弃，夹草就不好吃了。画面一转，来到秦元昊的领地，切！不知道是不是错觉，他刚刚觉得背后有点发凉，但应该是错觉吧？难道是那个萧凡？很快就被自己愚蠢的想法逗笑了，怎么可能啊？我这是想多了。他并不担心，自己领地所处的方位不错，有天险优势，不仅需要从低等亡灵的领地穿越过来，还需要经过大多数豺狼人领主的领地，想越过来攻击他，在游戏前期完全是不可能的事情。什么破烂幽冥帝国，应该已经被风霜巨狼啃得骨头都不剩下了吧？姐，说什么宣战，可今天最后一天了都没见到人影，真是小丑。在这时，战争游戏的全部通报再次响起，人族领主萧凡击杀豺狼人领主帕特里克，完成本场游戏首杀。秦元昊表情一变，不是没记错的话，这个叫帕特里克的好像就住在我隔壁，就这么死了。而且这个人类领主也叫萧凡，莫非是重名？不对，怎么可能有人类进入豺狼人的领地呢？不可能，绝对不可能！没错，一定只是巧合。与此同时，在不远处的位置外，冷热黑中对你眨眨眼睛，你摇头，不是这个。你们脚下的，这是一处成了废墟的豺狼人营地。刚刚霸王的那脚好像踩死了某个领主，对方连踩进的机会都没有，可真是个倒霉蛋。不过因为击杀了帕特里克，你又看到了许多奇奇特特的领主途径，纯净主义者、杀戮之王和征服者，听着是很酷炫，但忍不住叹气，都是什么歪瓜裂枣。这时温雅贤忽然喊住你，指了指一头暴龙，他嘴里正叼了只豺狼人，呸的一口吐在地上，而这名豺狼人居然不疼痛，传笑道：大人不知道此地有何贵干呢？你笑了，知道秦元昊的领地在哪呢？秦元昊，豺狼人冷汗都下来了，原来就是你小子把人引过来的吧？好气！护卫大人，我当然知道，直接走到最前面，弯腰伸手，诸位大人您这边请。此时秦元昊还不知道危机追逼近喉咙，忽然身后地面震动一下，一道阴影将他笼罩。天怎么这么快就暗下来了呢？滴答滴答，几滴巨大水滴滴到他头顶，他头上摸摸，这怎么还下雨了？看上面一道吸血声音响起，秦昊下意识抬头，见到了一张血盆大口，一个翻滚躲过了霸王的撕咬攻击。你笑了，动作倒是挺快，如果是其他豺狼人绝对躲不过去刚刚那一下，所以你就是秦元昊吗？那只头城的豺狼人率先回答，大人，如果附近没有第二个叫秦元昊的豺狼人领主的话，你要找的就是他了。听到这儿，他怒目圆睁，该死的狼奸！但很快惊恐不已，眼看这个时间点能找到寻仇的只可能是那个人类领主萧凡，悄悄向后退，眼看就要离开暴龙的攻击范围，却听到那个豺狼人忽然大叫，大人他跑！我操！又是一滚，躲开攻击，看他速度逃窜，你觉得有些无聊，这豺狼人领主似乎也不过如此。与此同时，领地内的豺狼人部队也都围了过来，但没有一只敢上前。秦元昊每逃窜一次，厌战度就提升1点，而强行命令他们发起送死攻击，估计当场就叛逃啦。巨大压力下，秦元昊彻底疯狂！够啦！他实在想不明白，眼下游戏才刚开始1周，是怎么弄出这种离谱兵种的？不是啊，人类在远古时代不是没出过骑兵兵种，但哪家好人用霸王龙当坐驾？真开了吧！想不明白就不想了，拿起武器对着你，直到你以为他殊死一搏的时候，他就直接丢下武器，在地上一跪。我承认，先前是我说话太大声，但在利益面前，我想没有什么事情是不能过去的。你笑了，说。秦昊一拱手，我对大人还有大用，我可以为您泄露豺狼人的所有消息，有我的通风报信，您将有机会获得这场战争的胜利。攻若不弃，秦某原人大人不义父。豺狼人领主秦元昊申请添加您为好友。你懵了，豺狼族分布是吧？如果没有那张全知地图，或许还对这提议稍微感点兴趣，但如今这时霍林要窜出来，就你们也配跟我们谈合作吗？不过是会直立行走的野狗，连羞耻都不知道的生物，一通怒骂你也认不懂口袋。任若雪说让火令跟着有用，不会是这个作用吧？秦元昊眼见生存无望，殊死一搏，我杀了你！下一秒，霸王龙猛地一抬腿踹飞出去，飞到半空中，他无法翻身，睁眼睁睁看着又一头霸王龙过来，将自己踹了回去，被当成足球。
金元昊彻底疯狂！刚刚反击又被踢飞了出去，没多久脑袋一歪，一命呜呼。金元昊记了。游戏的提示出现，恭喜您取得本场战争的胜利。作为战争的胜利者，您可以在以下选项中选择其一：一、占领；二、劫掠；三、毁灭；四、达成战争目标，需对方同意。其中前两个是不可选择，劫掠和毁灭没什么用处，于是你按下了毁灭选项。下个瞬间，一阵微风吹过，所有建筑化为飞灰。如果没有地上的豺狼人尸体，恐怕都不会有人相信这里曾经生活着一支豺狼人部落。夜幕降临，三匹风霜巨龙从森林中走出，但走了一半，他们突然停住了脚步。好像哪里不太对劲啊！